啊，这个是我在走的路，全部都是碎石木头。哇，下面有那种类似800障碍的，真的在训练哎，真的是军人哎。fuck， 超多文字的。One samosa， 好被老板纠正了，叫做 share roti。我在想，为什么加德满都山谷这么臭？烧过的痕迹，对不对？我有一个假设，哦，看那边，喜马拉雅山已经慢慢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个相机拍不拍得到，但是前面已经稍微可以看到白色的山头这里。大家都在看，隔壁也在看。我住这边就是为了等早上6点的喜马拉雅山日出。各位观众早安，现在宁波的当地时间早上6点10分，预计今天的日出时间是6点12，所以在2分钟后面太阳就会出来。我后面就是平均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喜马拉雅山。住在这边好处就是不用一大早4点坐车到 Nagakot， 一路爬上去瞭望台，在这边直接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看到后面的喜马拉雅山和日出。我现在正前方那边是正东方，所以这间旅馆主要是朝东北面。正东方那边太阳等下就要出来了。今天早上我是有调闹钟，但是闹钟还没响之前，鸟就在叫了。鸟叫完，公鸡就开始在叫了，所以根本不用调闹钟，这些动物就可以把我叫起床。很像，真的很像我以前小时候阿公阿嬷家公鸡狗，一大早就开始在叫。像远方比较亮，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雪山？一点点，我不知道这个影片看不看得到，但是我肉眼是看得到。那我想要的是一片干净的空气，然后可以看到整片喜马拉雅山。但是现在这里有一层白色的雾，环绕在这整个丘陵地啊，这也不是丘陵地，其实这边也蛮高的，山峦之间都是薄雾。其实我有点不知道它是水汽还是雾霾，因为这边雾霾蛮严重的。昨天上山往下看，哇，整个加德满都谷地全部都被雾霾笼罩。加德满都下午空气真的蛮差的，全部都是烧东西的味道，烧草、烧垃圾、烧树，哇！然后开始看到一半，还看到有点像上个月 Los Angeles 的大火，森林大火。旁边的森林也不是森林，它旁边的草在烧。但司机大哥说那个是故意放火在烧东西，我也来不及录，因为真是速度太快了。这司机大哥简直是车神，这么暗的道路，那么小的道路，就他开的刷过去都不见。我就想说，哇靠！如果山烧起来，我还要上来吗？应该也不是啊，就是有人在烧稻草。而且昨天开到很上面，都已经不是柏油路的地方，车开一开还可以看到旁边有人在走路，就是突然会冒出几个人在那边走路，我真的觉得超扯。今天我等下过去走，就看到底旁边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人住还怎样？居然这么鸟的地方，不是鸟，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路边还是有人在走路，这超奇怪。现在已经日出了，那在我去 hiking 之前，跟大家聊一下我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我终究不是天选之人，还是体验了尼泊尔他们的饮食冲击。我昨天晚上落晒了2次，尤其是第2次，我的小菊花又重新品尝昨天咖喱旁边的一个辣酸梅，那个真的他妈的太辣了。因为我本身就是吃辣肠胃会不好的人。可是我昨天吃的东西又都没有太辣，我觉得都还在 threshold 里面，就只有昨天那个辣酸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以为是肉，我这样一口咬下去，干，妈超辣，超级辣。那昨天的咖喱还有一些 side dishes， 像洋葱什么的，也都是稍微偏辣的口味，我就觉得哇，今天一定会落晒。那还好，我昨天晚上半夜大概2点多，肚子痛到醒来，我就跑去刷晒。那还好，我觉得应该是不是食物中毒吧？有些人到这边可能水土不服，喝到不干净的水就会食物中毒。那如果我只是吃到太大的东西，应该就是
排泄完、清干净之后就没事了。然后我等一下要去 hiking 之前，我打算再蹲一下，确定我等下走一走不会需要找草丛。好，那我现在就收拾一下。这间饭店11点 check out， 我等一下要走去旁边有一个瞭望台，然后再走回来。那边我记得是可以看到，我现在不太确定那边面朝的方向，因为我现在是面朝正北，那太阳就在我正前方。那边我是希望可以看到整个加德满都谷地，看到一片被雾霾笼罩的加德满都。我记得这间应该是包早餐，我去稍微快速吃个早餐就要出门了。那这间旅馆呢，是卖这个景。然后这个景呢也是碰运气的，如果雾霾和雾真的很严重，就是看不到喜马拉雅山。那现在是看到一点点，就真的只有一点点，看到白白的山头，那个对比度也不是很高。除此之外呢，这间饭店就跟 Instagram 的骗人照一样，照片拍得很棒，但是里面的我觉得它 maintain 很差，就是那些瓷砖细缝什么都已经脏脏，有点发霉，然后它也没有浴帘。虽然说它做的是干湿分离的，可是它那个斜面也没做好，这水都流到马桶旁边了。我就是觉得就是只是湿湿脏脏的，我是不太喜欢。但是也没有别的比较好的饭店，就好像比较好就这一家，还有另外一家，可是它不是在 Nagago， 它在巴德冈南面的山地上面啊，一个晚上好像要快300，我就没有选这家了。一个人住300块，太不合了。一个人住这个就好，大概一个晚上120几美金吧，也不知道太贵啦。就是至少让我不用一大早起床去爬到山顶看日出。好，那我就去看一下早餐，然后 see you on the road。我现在快速的用完餐，因为我等一下我在想说直接走下去山上，直接走下去山下3个半小时。因为我没有走上来，那我想说走下去好了，就不用付计程车费了。毕竟我很穷。啊，我吃什么呢？这个 puri 它是，我原本以为是 naan， 但是它是 puri， 中间是空的。这个是西式的，不用讲嘛，热狗，然后培根，还有它这个bahi， 感觉是鹰嘴豆的咖喱，鹰嘴豆咖喱，我猜的，好不好？这个昨天吃完它的晚餐落塞，我还是勇于尝试。来，然后这个 omelette 现做的。芒果汁、玛莎拉蒂、超烫，就快速来跟大家试吃一下它的早餐。来，普里，来一口啊！普里，还可以哦。不得不说，这家饭店虽然东西蛮贵的，吃的算还不错吃啊。还有这个每天早上必喝的玛莎拉蒂。玛莎拉茶，你看哦，大家看这个上面会有一层油，玛莎拉蒂。玛莎拉蒂确实是蛮不错喝的。然后最后是欧姆雷，就是欧姆雷，也没什么好讲的。我就赶快把它秒杀，好不好？我现在在走一个不是 trail 的 trail。哇，这边空气真的超烂，在山里面走 trail， 然后闻超烂的空气，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样真的有点瞎哇，这边有一些民宅，好像很像我们那种山上的原住民，有一栋一栋的房舍。他们可能出入都开这种摩托车，有点越野的摩托车。这个感觉也是在盖一些度假酒店。这个是我在走的路，全部都是碎石、木头、泥土、泥巴，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就变泥巴了。我原本订这家饭店，以为走到那个 view point 只要10分钟，结果我查错了，要走40分钟。中间沿途也没什么景色，悲剧！哇，走一半了。踩超多蚊子，我被蚊子环绕，我操 ，fuck， 到处都蚊子，还有那种小黑蚊。我终于走出这个 off road， 现在走到正常的马路上了。
大概走了25分钟，然后这边有一些他说是军事的 military area， 说不能进去。像我现在右边，这个它就是铁丝网围住了，哇，整个铁丝网都围住了。它下面是，是不是在训练库尔克雇佣兵啊？我在想，走过来一点。哇，下面有那种类似800障碍的，真的在训练哎，真的是军人哎。我不要乱拍好了啊。好，那尼泊尔地理位置2大国中间，印度和中国，所以它是2大国缓冲国。它就有点真的在画三角形。尼泊尔的文化和宗教比较接近印度，可是经济又比较依靠中国，所以他们就有点跟两边都保持一定距离，也都保持合作关系，两边都不得罪啊。那因为他真的跟中国拿了很多钱，哎呦，靠呀，真的超多蚊子。他们真的跟中国拿了很多钱。哇，这军事基地，我怕我在那边拍，等一下，这一段先不要拍好了。有没有军营？我看不懂尼泊尔文。但这一整片都是 military camp、training camp， 可能是训练新兵或特战部队的地方。好，那尼泊尔就是在这2个国家之间呢，保持一个平衡关系。在尼泊尔有非常多项目都是跟中国合作，就是中资啊，中资一条龙帮他们盖，然后可能租借很久，像博卡拉机场就是中国资金盖的。那我喘一下。那尼泊尔它也是一带一路中间的一个项目，所以在经济上是非常依靠中国的。好，那在比较久以前，因为印度曾经想要侵略尼泊尔，所以尼泊尔跟印度也不是特别友好。但是毕竟他们信奉的都是印度教，所以在文化上面有很强的连结。但是尼泊尔本身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毕竟它大部分的国土都在山区里面，所以要打尼泊尔也不好打。尼泊尔军队就打游击战，所以尼泊尔有一个很著名的库尔克雇佣兵。在当时英国企图要殖民尼泊尔的时候，跟英国干了好几场架，英国都打不赢。后来大英帝国呢，就直接跟他们签合约，把他们雇来帮忙守备，或者是去侵略别的国家。所以库尔克雇佣兵足迹遍地大英帝国的很多领土，就当时大英帝国很多领土，因为他们是大英帝国底下最强悍的一支特种部队。fuck， 超多蚊子啊！干，全部都蚊子，超烦，好多蚊子啊！哦，看耳朵一直在旁边一直嗡，看王红沙小，干，飞到我嘴巴里面去了。后面有军营，我要先关了。看，真的都蚊子，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真的全部都蚊子啊！干！哇，快到了！前面十字路口左转，再走3分钟，一路往上就到这个 viewpoint。哇，这边有卖一些水，卖饼干、饮料、水。Namaste。最后1里路，看他们垃桶啊，烧过的痕迹，对不对？我有一个假设，最后100公尺可能不到，最后10公尺往上。我在想，为什么加德满都山谷这么臭？整个城市被 PM2.5 和雾霾笼罩。昨天坐车上来，哇，那个真的是一片灰，而且就闻得到那些烧垃圾、烧稻草、烧木头、烧各种东西的味道。我在猜，就是因为他们山上有很多民房、民居，或者是山下，他们是没有那种固定定点的垃圾车服务，像台湾，像一些先进国家，所以他们家用的废弃物，各种垃圾，有可能连塑胶都直接用烧的。所以这些东西烧了之后呢，整个废气就弥漫在整个山谷里面，因为排不掉嘛。加德满都是一个山谷的地形，雾霾就全部在山谷里面，每天在那边循环，所以到下面真的是超臭、超级
空气超级不好。好，我已经到了，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做 Survey Point 的瞭望塔。这边有一些其他的观光客。希望这个点不要让我失望。我也是不知道走上来要看什么，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好像蛮弱的。我操！干，这是什么烂点啊？有没有我说的？他们真的雾霾很严重，下面的山是完全看不到底的。这个不是山的雾气哦，是烧东西的雾霾。会不会几年前的中国北京也是这种感觉？全部都在烧，像我现在看远远的也在冒烟，他们都在烧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不是很适合 hiking， 或者是真正 hiking 的点不在这，因为空气真的不好。我靠！干他妈这个点超弱的，我是白痴吗？这边下面有一些类似藏族的彩旗，我不知道这个正式的名字。它这个旗子上面不是只有颜色，因为我现在很远看不到，它旗子上面会写藏文的经文，就是佛教的经文。这边有一个大地上的，有没有？这有一些藏传佛教的经文，所以它不是只是旗子而已，这上面都有写经文的，都跟垃圾绑在一起了，真的是绝了。垃圾桶里面垃圾应该都是有人过来一把火把它烧光。我这上面可以爬，这有当地人在爬，这个年纪就不爬了。这个都腐朽了啊，有点可怕我操！干，这都腐朽了。我当年可是无线电中队爬电线杆最快的男人新训2阶段训的时候，干，我现在怎么变那么废啊？好，我上来了。OK。看这边，这都差点被它刮破皮。哦，上面视野就像这样，前面是加德满都，哦，这里是另外一边，全部都是雾霾，有没有？看起来很漂亮啊，但是都是雾霾。这个方向是喜马拉雅山脉，但真的看不太到。这边有一点点山峰，这边有一点白色山头，白白的。然后喜马拉雅山就在我前面这一排，就在前面这一排。但雾霾太严重，完全什么屁都看不到啊！看，真的是看个毛啊！好，我要下去了。无线电中队扫地兵，安全下装。这边都是腐的，有没有？完全没有连住。OK， 各位观众，我是达特一，我在尼泊尔的 Naga Kot， 这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叫 Survey Tower 的 viewpoint。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在下面按赞、订阅、加分享。你有什么 comment 一定要在下面的留言区让我知道。好，那我就要继续赶路了，还有 see you on the road。Namaste。看他卖什么？他卖一些炸物。哇，还要吃一发啊！哦，这里面一定很多微量元素，其实都卖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有卖一些运动饮料，有水。Chips from Taiwan. Yeah.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Belgium.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Is the food good? Roti. 35. Oh, that's so cheap. Hi, can I get a pani puri? Samosa. Okay, can I get one samosa? How much is it? 35, same. 35.
Oh, can I also get one of these, like a donut? Right. What's the name? Cell roti. Seg roti. Cell. Seli. Roti. Samosa one? Yeah. Okay, I'll make it hot. Samosa. Okay, you can. Later we can eat. Hot. Oh yeah, Yeah. hot. 它加热，我感觉他们是藏人啊。重新过油。等一下吧。好，我去旁边吃一下。Yeah, I'll try that. Okay. 我听旁边的比利时菲律宾游客推荐的，就买了这个，我已经忘了名字了，等一下倒回去看。还有一个长得像粽子的东西。好，现在就来吃给大家看。红山眼里买的 street food 啊，先用一下干洗手，然后这个类似甜甜圈的。哦，我这个是真的炸出来的，有人在冒烟有没有？来，这个甜甜圈，观众们来一口，来一口啊！失焦了，来一口。哦，好烫！然后这个他刚才帮我过油了，我也不知道，他不知道里面是有包东西还是没有。我原本说什么盘尼普里，盘尼普里是圆的好吗？圆的中间有个洞，有没有乱讲？哦，这个是那个有点像我们台湾面包店卖的咖喱饺，咖喱饺对，三角形咖喱饺。嗯，有点干。可能要再去给他买一杯可口可乐。它有过油，但是里面还是冷的。其实还不错啊，里面就是鹰嘴豆泥，然后有一些 corn， 小辣，不会辣再来辣，然后马铃薯。那这个我刚才问老板 ，say 好难哦 ，say Loki，say Loki。它其实就真的很像甜甜圈，可是它的皮，我觉得它皮裹了一层不知道什么东西，比较脆，外酥内软。可是味道也不太像是我们台式的甜甜圈，它里面的质地比较像花桂，炸的花桂，皮就脆脆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花桂折成一个甜甜圈的形状拿去炸，就是 Celoki。被老板纠正了，叫做 Celot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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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来。我觉得我语文天赋真的不怎么样，一下就忘了。哎，I actually live in Seattle for 14 years, but I'm coming from Thailand. 14 years. 14 years. Yeah, I went to Seattle in 2011 for my PhD, and then graduated, found a job there, and yeah, it's been there for a while. And now you stay back in Taiwan, or? No, I just came back to visit my parents, Oh, and took 7-8 days off to Nepal. oh, okay, okay. And then you go back to Seattle. Yeah, and then I'll go back to Seattle. Sounds good. A lot of rain, Rain. raining every day almost. We only have 3 months of sunny day from June to August, and then it starts to rain Yeah, in September all the way to May. yeah. That's crazy. Belgium too. It's only 3 months of sun. Yeah, I like the beer there. The beer is good. Yeah. Yeah, beer is pretty good. Yes. And I didn't know Belgium has pretty decent food. Yeah, yeah, yeah. It's good. It's underestimated sometimes. From my friends who live in Netherlands, he said the food in Netherlands sucks. It's true. Yeah. Yeah, but Belgium, which is it's pretty good It's good. and close to French food. We take more care of our food. Yes, yes. So you speak in Francais or Both Flemish, Dutch, Dutch, Flemish. Flemish? Yeah, Flemish, and I can speak French as well. Yeah, but it's not my native language. Flemish. Flemish is, yeah, Flemish is my native language, but not French. Yeah, yeah. Well, it's good to talk to you. I have to go.
Yeah, man. Enjoy your trip. Yeah, as well. Yeah. Take care, right? Bye. 这边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尼泊尔的插座，因为一般我们在 Amazon 或者是网络上买的那种万国插座，它没有印度的 type， 它是2根圆的，还是或3根圆的，但它那个2根圆的又跟欧盟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拿过来插。我之前有试过是不行的，但尼泊尔多数的饭店它会有这种万国插头，它自己就已经附了万国插头，像台湾是这2根嘛。2根猪鼻啊，插进去就可以用了。可是它是220伏特，不太一样。所以你的带来的不管是转接头还是插头或者电器，它要能够自动切换到220伏特。今天这间饭店它就只有1个，而且我的插头插进去，它也 hold 不住，它直接掉下来，所以更不能用。那还好，它这边有2个 USB， 可这个已经坏掉了，大家看，这个已经凹掉，不知道被谁弄坏了，这已经坏掉了，只剩这个还有电，而且这个也蛮烂的。这就是这间饭店我小小的 complain 啊，我觉得它很多东西都不是 maintain 得很好，盖好之后就放到烂了，那中间坏了也不修，然后那个浴室瓷砖有点发霉也不去清，有些东西坏掉了就这样放给它烂，因为它有无敌的 feel， 那大家都会买单。那我就觉得尼泊尔人力这么便宜，然后你一个晚上收120块美金、130块美金，又不好好把它弄干净，把它好好修缮，把它好好 maintain。不知道这间饭店老板或 manager 在想什么。那他网络上 Booking.com 也是有一些负评啊，就是跟我 complain 的东西差不多。哎，这种东西也不修，真的是又不贵。好，